亲爱的朋友晚安，欢迎来到今天的阅读人专题读书会。今天我们要一起来换框，换一副人生的眼镜。那这个人生视野重新重启，要来读的书名叫做《换框思维力》，要透过重启人生，改变视角，让你看事情的眼光，看这个世界的角度，会从此不再一样。那今天我们再次邀请到我们的老朋友以及好朋友赖婷婷、崔喜老师、崔喜教练，要来跟大家分享他在这次的新书当中，要帮助所有的朋友们，从人生的历程，在职场历程，在各种生活面向，该如何换框，该如何换个眼镜，换个思维。紧接我们把婷婷老师、婷婷教练邀请出来。Hello， 婷婷好。嗨，君德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赖婷婷 Tracy。是很荣幸能够邀请到婷婷，而且我们今天算是很特别的时间，刚好在中秋连假时间，大家现在可能有的人正在烤肉着，看着我们今天的访谈，也包括有的人可能是刚好在舟车劳顿，可能要往花莲或很多地方去冒险，或者去要当某些领域的超人者。那好奇想要问婷婷，这次你为什么会想写一本好像跟过往的作品有点不太一样的一个领域？因为过去你的作品都跟领导有关，都跟职场有关，而这次好像这个主题好像跟人生比较有关联。为什么会想写这样的书呢？这叫跨界是吗？就是我其实觉得还是蛮有这个相同的地方。就是如果我先用那个叫做异中求同的部分的角度来分享一下的话，就是说我觉得我还是一本工具书哈。然后既然是工具书，它就比较希望大家是把它当工具来使用，就是它不一定要照着顺序看，而是你看到目录觉得哪一个章节是正有你觉得很有投射很有共鸣的话，你可以先从那个章节开始去看。那工具书就是这样嘛，就是你看一次就是会用一次，用100次，用300次，用1000次，这个工具能够为你所用的程度一定不太一样哈。所以这个是异中求同的部分啦哈。但是同中求异的部分，就是说在过往的2本书里面，可能比较强调的是也有讲自我领导，可是也有讲领导他人的部分是比较多。那这一次就是他硬要讲的其实是比较自我领导，怎么样更觉察自己，然后更把一些那种自愈的能力拿到自己的身上来。因为自我领导其实也是领导的一种。那我其实想讲，就是说虽然我的角色是教练，对不对？好，然后所以现在怎么讲，那个什么咨商师啊，反正有非常非常多的助人工作者。然后呢，我当然觉得说大家去找很专业的助人工作者也没有什么问题，可是迟早我觉得，因为我们人生中会感觉卡住的时间实在太多了啦哈，那总不能每次都要去找第三人这样。那我其实是希望大家如果有机会透过这本书可以把这个自己疗愈自己或者是自己转念的这个能力练起来的话，其实会是很好的礼物。是，所以这是很重要的人生礼物，自我教练，重新厘清自己。尤其刚好趁着这个中秋连假，大家可以有好好的自己安顿身心的时刻，也跟自己好好的重新厘清此刻你人生卡关的部分。那但我们今天邀请到婷婷来分享这次的新书，叫《换框思维力》。然后这有个副标题说，把 OS 转成 SO， 然后不内耗、不纠结，重启人生的视角。那这个 OS 和 SO 是什么意思呢？我现在有些读者在想，这个应该有它特别的含义吧？其实就是好，我觉得我是先想到 soul， 因为我上课的时候常常就是怎么讲，就是我不管是讲课或是做教练，就是要协助大家看到眼前的问题，对不对？然后大家就噼里啪啦讲一大堆很狗屁倒灶的那种抱怨呐，哈。那所以抱怨的时候，心中就是我就说好，你们讲完的这些痛点，然后呢，难道我们要坐困愁城，坐在问题上吗？对不对？所以就是 so what's next， so what 这样子的言语，其实蛮常出现在我的 PPT 里面的哈。那所以在写这本书，不管是想书名或想内容的时候，就在想说，我想要让它有一些趣味性或者是对照感嘛，对不对？那就是痛点，其实你在面对痛点的时候，就心中有很多各式各样的，你知道小声音啊、抱怨啊、murmur 啊这样，所以就是为了要跟那个 soul 想一个对应信息，所以这个 OS 就跑出来，还蛮顺的啦。其实就是玩一个文字游戏这样子。对，所以从内心的 OS 转变成 SO，又如何又怎样？我们该如何改变它？所以，我们今天要分享这本书《换框思维力》，邀请到婷婷老师，很专业的，要从人生大家卡关此处，好好的走出一条新路。那当然，这本书其实因为它是一本工具书，婷婷老师很用心哦，直接帮大家直接写下了重点，换框的5个关键。这5个关键又分别是哪5个？为什么你会想到这5个关键呢？
就是我的5个步骤，我就在这里稍微说一下哈。这样，一个是承认，好，那第一个，我觉得这正是第一步，在学要怎么换之前，先承认我们每个人都是会被框架影响的啦。因为就是我们底层就每个人的原生家庭啊、什么教育啊，或人生的经验值不同，所以我们资料库，我们脑袋里面资料库储存的资讯也不一样嘛，所以这些资讯当然会影响我们的思考或者是行为，好，所以我们要先承认我们有被这些东西影响着，好，所以这是第一个。然后第二个就是说，你能够去辨识到自己在受影响的这些信念价值观的系统，哪些是资源的框架，哪些是干扰的框架。好，那比较简单的感受就是区分，就是说，如果你感觉到比较资源的框架是说，你想到这些框架、这些信念系统的时候，你的能量是比较好的，好，你觉得是有受到这些框架支持的。那如果是比较干扰的框架，就是想到这些框架就觉得有点沉重、有点没力、有点负面这样哈。所以我们自己总是要看得懂自己在玩什么把戏嘛，对不对？好，所以那如果可以的话，用逻辑去想，就知道说我们应该要放大或极大化那些比较有资源的框架，然后尽量减少那些干扰框架影响我们的程度哈。所以这个是辨识。然后第三个是重新诠释，就是说要重新诠释其实没那么容易，因为我们之所以一件事情一个观点或是一个行为重复很多次，它就会变成一个框架，对吧？好，那所以我们之所以会选择这样的框架，就是因为在过去的日子里面，它可能对我们来讲是有效的，或是最省电的，或者反正我们从里面拿到好处，这样，所以要松动框架，重新想办法去从不同的角度去看，真的是不太容易。所以重新诠释这一步是，我觉得是算是比较困难，也非常非常的关键的一步。可是如果你有办法去松动我们一直抓着不放的那些地方，然后重新用不同的角度去诠释的话，那就有机会到第4步，就是在这个新的不同的资讯里面去选一个至于我要实现的这个目标比较有帮助的框架或观点。然后第5步就是想到也选择好没有用，对吧？还是要去行动，不然事情是不会有变化。是没有错，所以从承认、看懂、诠释、选择、再次行动，我们才能够改变我们人生卡关，重新换个框。那但换框其实说真的，听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真的不容易。它已经是根深蒂固，有的人可能根深蒂固20年、30年、40年，甚至如果有的人已经来到70、80岁，就想说那就不要换好了，好像时间也差不多了。可是我们还是希望大家换啊！如果你人生真的很不开心，不开心超久，而且卡关好久，换一下，或许你此刻人生就会有新的境界。所以我们邀请我们线上朋友为今天主题按个赞，也同时可以在下面写一下，你自己现在卡在哪一个地方？是卡在承认呢，还是卡在看懂呢，还是卡在诠释呢，还是选择还有行动呢？每个人可能卡的点都不一样，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投票一下。那我也好奇想要问婷婷老师，你自己諮商了这么多人，教练训练了引导了很多人，你觉得蛮多人都会卡在哪个点比较多呢？卡在哪个点呢？就是觉得很有道理，但是做起来很难呐。那做起来，其实我觉得硬要分的话，有分 will 跟 skill， 就所谓的意愿问题跟能力问题这样子哈。那意愿问题如果不够高的话，通常我用我的话来说明的话，就是还不够痛啦，就是你知道还怎么讲？那个 push 推力还不够强大。有一天你真的觉得受够了的时候呢，你自然而然那个动力会变强。这样，所以有时候我也会觉得说，哎呀，装睡的人叫不醒，有没有？就是如果时间真的还没到，也没关系，你知道吗？也不急，自然有一天你会觉得受够了，然后不想要再经历这些重复的负面情绪或重复的无效行为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做起来说不定更快，这样。所以一个是意愿的问题，我觉得也没关系，就是看见，即便承认自己现在意愿还不够高，也是一种看见，也不错啦，这样。所以我觉得第一个是卡在意愿的问题，那第二个就是有很高的意愿，可是能力嘛，能力可能觉得不知道怎么做，这样。所以我就试图把我这个我转念的这个经验值，把它系统化的拆解出来，然后让大家可以依据这个书上的某些做法去试试看。是哇，大家听完之后，我看到大家在下面陆续留言投票，有很多人先说，承认应该是很多人都难以做到，因为不承认自己有问题。然后当然也蛮多人提到行动，就知道自己有问题，可是却没有行动力，可能就会不断拖，可能问题很大，问题很难，或者根本还没做过，就觉得它是一个非常大的难题。所以有时候真的需要有方法，所以我们很多人是自己被自己吓大的。
好，那当然在今天的主题当中，换框思维要转变方法，那里面有分享了一些我觉得蛮棒的一些工具哦，包括有一些时间的换框啊、空间换框啊、角度换框。那我们就挑书中几个我觉得蛮有意思的，邀请大家也可以动脑一起来想想看。书中有一个谈到叫时间换框，那为什么要时间换框呢？书中说要跟过去和解，要跟未知共处，可是说容易，可是做有点难，该怎么样换呢？有什么方法？OK，可是我把时间换框放在我的8个换框法里面的第一个是对，因为我觉得时间换框是相对最容易上手的耶。哦，时间最快容易上手这样。对，它就是想象嘛，它其实就是想象。好，那其实时间是一个相对位置，对不对？就至于现在会有所谓过去，会有未来这样子。那我先说对过去好了，就是我自己常常在不管是教练或是讲课的时候跟大家就是交流的，就是说，我觉得对于过去也不需要否认，但是也不要过度加油添醋，更不要我不知道是不是在这本书里面有写到，有点忘记就是那个不要美化你没有做的那个选择。你知道吗？就有时候当初可能有2条路 A 跟 B，然后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就选了 A，然后走着走着走得不顺利了，怎么样就会觉得说，哎呀，当初如果 B 怎样子就好了。我觉得有点是美化我们没有走的那条道路，事实上走在 B，我们可能又会希望走回 A，你知道吗？所以我觉得就是也不要去否认或加油添醋，或者是扭曲过去做的那些行为，因为就是先去接受，那就是在那个时候的状态的自己所能够做出的最好的了。决定。好，所以对，也不要去想说为什么这件事情会发生在我身上。我觉得就是去想说，那我从那件事情上面，我从过去的那些事情上得到了什么，或者得到了什么，或者是那件事情是要提醒或教会我什么，这样，这是我觉得从过去可以淬炼出一些能量的方式。这样，那对于未来的话，就是说，因为我未来等于不确定性嘛，那有时候我们对于不确定就比较容易产生什么焦虑啊，或是害怕，或者是反正就自己吓自己啦。你刚才有讲到，反正就自己吓自己这样。那我就会觉得说，能不能对未来可以有不同版本嘛？你知道那个编剧也可以有，都未来反正就是不是事实，就什么事情都还没发生。那我能不能给他有版本1、剧本1、剧本2、剧本3、剧本4呢？就不要只有一种可怕的剧本，能不能可能有？如果有好棒棒的剧本呢？如果有好好玩的剧本呢？如果有好新鲜的剧本呢？我不知道，反正就是未来可以是一种资源，可以是一种可能性，而不是一定会发生你心中想的比较不好的那个剧本。所以我就觉得说可以把未来想的好玩一点，想的多元化一点，这样子，这就是我说的跟未来也可以借力量，跟过去其实也可以借力量的一个方法，这样。是，所以我们要跟过去，也包括跟未来好好借力量，而且每一个选择当下都是适合自己当下的一个选择，所以我们不要再后悔，因为以前有人常会说，那个少壮不努力，老大徒伤悲啊，就好像都后悔以前年少时不多努力一点。可我觉得真正问题是，那你其实现在可以努力啊，就现在努力，未来可能会更好，未来就不用再徒伤悲，说哦，怎么上次不再努力一点？人生啊，其实有很多会让自己遗憾，可是我觉得只要把当下做好，未来就不会再遗憾。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种时间换框法，我们重新厘清我们的问题，而后从当下去选择、去改变、去做自己能够真正掌握的。那我们今天邀请到崔喜来分享的是换框思维力，邀请大家为今天主题按赞、转分享，也给崔喜在这个中秋连假还特别拨空来为大家介绍这次很棒的作品。掌声鼓励一下。好，那今天我们要去回到书里面，因为我觉得这本书因为太多内容、太多料，我今天想要跟崔喜来好好挖宝。那下一个呢，叫做空间换框。那这空间换框里面提到一个案例，就提到说，有些环境呢是有毒的，不是因为现在中秋烤肉外面那个烤肉盘有毒，是我们现在讲的是那个可能在某些职场或人际关系里面，有些人总是会情勒啊，或会 PUA 啊，或有一些会让你非常不舒服、很有压力的。那这时候怎么样空间换框？是把这个人赶走呢，还是有什么方法呢？好，我分那个短期解跟长期解哈。我先讲短期解。因为你知道我是杂学派，我学教练、NLP、塔罗、人类图各种学这样子哈。然后呢，其中我在好像人类图那边有得到一个资讯，我就觉得好有趣，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他说人其实是有能量场的，你知道吗？哈，那人的能量场有多大呢？就是你的双臂打开的距离的2倍宽的球体，
就是我们的能量场，你知道？所以如果呢，你真的，所以你知道有的人说什么打麻将打到一半想要去尿尿，换个什么气，其实是真的，你知道？对，所以就说如果你不是要换长时间在，内衣是吗？所以如果你长时间在这个空间里面，你真心感觉啊，就是难以呼吸啊，沉重不舒服啊，所以也许真的是那个能量场彼此那个球体的影响，对你来讲真的是不适合，你就离开。你知道开会真的开会开不下去，你就是先出去上个厕所再进来呀、真的是，短期解真的就是你离开那个现场，不要过度的在你自己还有点比较 weak 的时候，你知道受到过多的杂乱或者是负面的能量影响，这样这真的是很短期解了哈。然后因为你知道人的语言或者是负面语言或攻击的语言，其实对我们也是有伤害的哦，对花草其实都有伤害哈。那中长期解其实还是回到就是说。现在卡关的你的真的是那个老板或那个部属吗？或那个同事吗？其实不是。为什么他这样子跟人家讲话，人家没事；跟这样子跟你讲话，你就有事？到底我们要穿越或要面对的到底是什么？我真的还是鼓励，不是要闪过这个议题，因为议题是这样子的嘛，就是你在这里不处理呀、你就离职好了，没关系。然后你到下一个这个叫下一间公司啊，诶，其实你说不定还是在处理什么，你知道沟通议题或是又再讨好议题。来一次。会再来一次，而且逻辑上，我是相信那种，你知道，你这次，这如果就是我们要面对的课题，你不面对的话，老天爷会用不同的方式，跟更大的力量去敲敲你的门，让你去，你知道吗？要唤醒你，让你学会。所以我觉得你好歹你在这边，假设你体认到是沟通的议题，或什么讨好的议题，或什么什么的议题，你就在这里把它打勾了吧，学会了吧。好，那这样至少到你到比如说还是可以离职啊，有没有要 forever 这样？可是你到下一间公司，你至少可以玩别的议题，你知道吗？而不是一直那个叫什么卡关在同一个关卡，很无聊的这样。所以我会觉得说，如果真的是有毒，是从那个不舒服的感觉里面回去看见自己应该要面对或穿越的部分，或打勾的能力到底是什么，而不是只是想要逃啦。是，对，所以如果真的很不爽，该吵架就吵架，不要闷着，该说你就说。是不是一定要看有没有效啦？要看吵有没有效。可是坦白说，有时候你一直闷着，没有人知道你其实已经到这里了，也不是有效的方式。倒不是每次都要吵，可是也是要充分表达自己的想法跟立场，我觉得还是蛮必要的。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换框的这个空间法，其实不是单纯只是离开而已哦，而且要先面对问题，而后你的嗯空间能量场会变得更加舒服。因为当你嗯人生那个 checklist 打勾之后，那紧接你就等于你排除了人生其中一个地雷，因为你可能某一个地雷是特别龟毛，或某个地雷是特别某一些要求特别的一些精细啊等等之类，每个人的要求不一样。那么每次你的地雷延伸，慢慢跟大家磨合，久而久之，你自己也会重新帮助自己空间再换框。那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本书，带大家一起来换框思维力，邀请到崔喜老师来带大家一起来换人生的框。而这本书里面有好多框架，好多方法。那紧接我们来继续往下面一个框来前进。那下一个框提到叫角度换框法。这个角度里面提到说，有时候甚至我觉得这个问题不止在职场，甚至在家里的小孩会吵架说，这个对我而言不公平，不公平，总觉得自己好像拿的比较少。那有什么方式在这个角度换框法？婷婷老师，你要给大家一些建议和方法论呢？我觉得公平真的很难，可是就是我是金牛座，我也是觉得我很强调公平正义，然后一被踩到某种界限就会暴走这样子。对，所以我觉得公平的那个感觉会浮现在生活当中，好像也是在所难免哈。但是我想要说的就是说，那就不要沉浸在里面太久。好，爆出来之后，然后你就想说，那所以怎么办嘛？现在到底怎么办？而不是一直浸泡在愤怒，或者是通常感觉不公平，通常是什么？通常是愤怒的情绪，对吧？愤怒比较多，反正就愤怒、无奈好了，都有。反正就是你一直沉浸在事情里面，情绪里面，事情也不会有变化。那所以不如来想想说，那怎么办？那回到比较大一点的东西哈，就是人生怎么看待公平这件事情。我觉得我想要去，我好像书里面有提到一个观念叫 SDT，就是自我决定论哈，就是说如果我有提到一句话嘛，就是说如果这是活出我想要的人生的代价，好吧，我愿意这样走，就是那种什么甘愿感，就是说你要有一个东西去跟这种不公平感中和掉或是抗衡。可如果没有一个想要的东西，然后你为了去追求它，你体会到啊，这是为了要实现那件事情所发生的那个
边边角角的代价，你没有那个东西存在，那个甘愿不会出来，你就不想要去抗衡那个所谓的不公平的情绪。所以我觉得最终好像也是还是要盘出来说，好，也许比如说在这间公司，老板比较容易怎么说呢？比较双标好了，老板比较双标，然后有时候为什么同样的错他都会骂我不骂别人这样？好，举个例啦。那你如果沉浸在那种不公平、不公平、不公平的情绪里面，就是很烦嘛。但是如果你想到说，哎，对呀，为什么老板骂我不骂他呢？是因为这个 assignment 这个任务比较难吗？还是我真心我就是要来磨练什么什么什么样的能力，我可以透过这个看起来很难的任务里面得到，或者是老板不骂别人骂我，那好，我就要知道我要怎么样跟很急需要的老板做互动。反正总而言之，就是我知道我想要淬炼出什么样的能力，那我可能对于这样子的过程中的冒出来的不公平感比较容易，就是放下。是。所以这就是要用不同的角度来重新诠释意义。书中有提到说，角度改变，意义跟着翻转，情绪也跟着转移。就我觉得有时候就是换个角度，甚至可以从老板角度看事情，从客户角度看事情，从旁人角度看事情。有时候会觉得不公平，为什么都找我？可能老板觉得你真的很受重用，然后紧接未来可能升迁机会也特别多一点。可我说先讲机会啊，不一定说一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从不同角度来好好的理解每次的人生换框，我们要重新诠释这个世界。我觉得人一旦用新的诠释，人就会开始开朗积极，运气就会比较好一点。如果你总是用一个比较负面的角度去诠释这世界，我觉得久而久之，旁边人也会觉得，你好像跟你在一起好像很有压力，你因为总是在抱怨啊，负能量，那久而久之，你的那个框就是比较糟糕的框。我们要好好的来理解。我们邀请到崔西来分享，哇，这本很棒的书叫《换框思维力》。我们刚刚已经讲了，包括了时间，也谈了空间，那甚至谈到一些角度的换框。那当然，在书里面也提到说，有时候人生卡住的地方就是一个突破的破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总会觉得卡住就很不舒服，我不想卡住。为什么它是一个机会呢？就是裂缝是光进来的地方，就是如果没有裂缝，其实就是在里面也舒舒服服的，温度也没变化，什么光线也没变化，这样子啊。我自己，我可以用举例的嘛，哈，这样就是说，我自己人生最卡的事情就是。哇，被时间追着跑，这样就觉得很可怕。就是那个待办清单，就是永远打勾不完，就是每打勾完一项，就这加3项这样，然后永远在感觉被事情追着跑，就觉得很苦闷啦齁。然后我就觉得说不行啊，我一直想要处理这个议题，可是一直处理不好嘛齁。那因为责任权责范围越来越大，感觉就是就是越来越沉重，反正就是各种为难。可是就是我真的开始跟时间，这个就是改变我跟时间的关系，其实就是因为已经受够了，就是我再也不想被时间追着跑了。所以如果不是真的被时间追着跑到已经被穿溃啊，我可能就不会痛定思痛的去想想我到底要怎么样，改变我跟时间的关系，然后找到比较有效的时间管理的方法。还有我后来还可以去上这个的课，我是说教人家怎么做时间管理。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卡住的地方就是一个改变的机会，我有很多的例子啦，我也改变了我跟金钱的关系。这样以前我可能就是你知道人生上半场就追求升官发财嘛，就是你知道吗？升官发财这样。然后可是后来就是觉得说，哎呀，我这样追着钱跑或追着职务跑，可是我好像做得到一些战功，可是我战果，但是我不快乐，不够快乐，这样。后来我就觉得说不行，我要改变什么什么，我跟金钱的关系，我就变成做我享受的事情之后，这个叫钱反而会来追着你跑，这样。就是说我真的觉得大卡的地方就是我们有机会突破的机会。是没有错。其实我现在有些读者朋友也好奇，Tracy 之前在做的工作，帮大家介绍一下 Tracy。他过去曾经担任过3个不同领域而且不是相同，是不同领域的总经理，还领导过12个国家国籍的团队，然后甚至呢，他1对1的教练超过1万人次，所以他有好多身份，而且每次的职业都不太一样。从一开始的亚洲价值那种人资长，然后后来担任台湾某个 HR 的台湾区总经理，后来又到儿童事业担任总经理，后来又到副警署担任执行长。
我就好奇，Tracy为什么你要把自己逼这么紧？好像每次你去到某一个地方都当一个长一个长一个长之类的。我有一个自己底层的一个小小的坚持，就是我不想要成为我前东家的竞争对手，因为我在前东家，假设比如说我都做到某个职位的话，如果我一离职，通常都是 competitor 会想要，你知道，我们去就可以是即战力嘛，对不对？可是我真心觉得我很多的养分都是我的，你知道，在那间公司所给予我的，这样我不想要拿我在那边学到的东西回来打我自己的，你知道自己的前东家这样，所以我就是会蛮刻意的，就是跳不同的领域。那至于都能够做到，我觉得还蛮不错的位置，是因为我就喜欢处理很难的事情啊，所以我其实好几次都是跳火坑，就是比如说我进去的时候都已经知道那间公司要么现金流不足，要么怎么样怎么样，就是一个很大的挑战。我就是觉得挑战够大，你知道我肾上腺素都起来了，这样，所以我的人生上半场蛮追求刺激挑战的啦，这样。是，所以我们不知道我们线上朋友听到这里会不会也是想要成为这样的人呢？那我相信大家就要好好读我们今天这本书《换框思维力》，挑战人生，从那个生命中的破口当中找到机会。因为你会破，那别人其实也破更大，而且这破可能别人还没办法解决。那如果你能够解决，那就变成你的价值以及你的能力。那我们今天所分享就叫换框思维力。那我们紧接再介绍下一个框的换法。这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很难的框，叫做系统框。因为系统它是一个非常大的范畴，然后甚至有时候进到这个组织，觉得这组织文化有够糟，或者进到这组织，觉得这组织没有资源，没办法把系统运作起来。那这种系统该怎么换框呢？如果又没资源，文化又有点糟，那Tracy你的方法是什么？要给他一点时间。我就分成2个讲，但是我举例可能会举在个人的部分讲，因为每个公司的系统之所以长成现在这种样子，都有它的很多的历史原因，这样子对不对？哈，有时候是家族成员太多，有时候是1代2代怎么样，然后有时候是你知道反正什么中间领导力断层，反正有各个原因，有时候是现金不足，也有可能造成很多的系统难以顺畅运作。那我就觉得那个差异性太大，就不好举例这样哈。那我就讲到系统的。在我自己，我们每个人身上有很多系统啊。一个人要舒爽，有没有？就是身体要好。其实要身体很多种系统交织运作都非常的顺畅才可以，你知道吗？你的皮肤系统、呼吸系统、循环系统，各个系统其实都要运作顺畅才可以。这样，那我自己成功的，可以这样讲吗？成功的用系统换框，所处理的一个议题就是肥胖。我觉得变瘦，越来越跟你女儿越来越像了。不是，他听到可能不用很高兴，因为我还差他好几十公斤啊。就是我整个人生都在跟减肥这个议题打交道，你知道吗？我真的觉得，我曾经觉得它就是我人生一辈子的课题。我真的是，我不知道，也常常放弃了哈。那可是我就知道说，因为我以前就想要找速解嘛，就是快速的解法，你知道吗？要么就少吃啊，要么就是打针啊、吃药啊这种那种少的。所以那我又是 B 点控，就是我通常答应的目标我不管是答应的或是跟自己的那个目标数字，你知道听到数字我那个竞争心都起来，我就很容易达到。可是因为它都是短期解，就是比大概3个月1个月其实都会达得到，可是就反弹的很快，它就整个溜溜球很可怕很痛苦这样。可是后来终于有一次啊，就现在其实就今年，我今年就是年纪到了啦，各种红字啊，你知道就是健康检查各种红字，就觉得说不行耶，好像就真心想要去面对。所以我这一次的启动就是不是用目标我要瘦几公斤 BMI 要降多少为出发为动力，我是用起点，就是我为什么想做这件事情去做主要的支撑点。好，那接下来就怎么做呢？至于怎么做呢？其实选择目的而不是目标，对我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很重要的不一样这样。那接下来就是要找专业教练啊，因为我也是做教练的，我总是要相信专业这样。然后那时候一找教练的时候，我就觉得说好，I'm ready， 我愿意，我要开始进食了是吧？就是少吃。教练就说不是，第一个是要先让你每天早上每天晚上11点睡觉。我说是睡觉吗？好。然后第二周开始的时候，我就想说好，所以现在开始吃少一点了是吗？他就说不是，接下来你要开始喝很多很多的水，每天要喝多少水这样。我说好像是喝水好。然后反正第3个，然后再开始少吃什么或什么，反正就各种是要全部的一起搭配，才有可能使这个我身体的这个
系统去有一个健康的什么肠道菌，还是有一个健康的环境。所以真的就是这次在没有很痛苦的情况之下，就你知道3个月瘦了12公斤这样，然后就觉得说啊，不可思议耶，就不可思议耶，觉得原来系统的运作可以让我这么舒服哦。我真的要讲一个很现实的哦，所以为什么我这次愿意用系统的角度去面对我的肥胖，是我尝到甜头。什么意思呢？我以前每天哦，大概就是要吃你知道3-4颗止痛药，然后一整个礼拜，我还有那种长效的止痛药，就是可以动能刚那样的，但是就吃很多止痛药。但是我现在开始你知道改变我的系统之后呢，我现在可以1个月只吃1-2颗止痛药，所以这是个不可思议，对我来讲不可思议的一个改变。我止痛药吃了10几年了，这样，所以我觉得，这就是系统的威力，各位同学。所以真的是系统威力，而且这不是一次大调整，而是先从你可以做的一部分、小部分一点一点调整。当系统健康了，那紧接很多事情就会一步一步的陆续到位。那我相信自然而然的发生这样子。组织应该也是用同样的道理啊，就可能要先从一些比较大的洞先把烂肉挖掉。或者做一些组织的一些小小微调改造，再慢慢的去做更大的更动。那当然这个就需要懂得运用正确的换框的这个思维法。所以透过系统换框法，我们今天所介绍一本书叫《换框思维力》，邀请大家为今天主题按赞、转分享。所以大家也陆续哇，真的很羡慕12公斤呢。这应该也是很多人都很期待的一个很大的目标，努力的目标。那当然今天中秋节，记得那个大家月饼少吃一点，就那个。没关系啦，中秋节过完再说吧。对，过完再说也可以啊，就或者浅尝辄止也是一种做法。那但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是里面介绍很多框，这也包括什么角色换框啊、视觉换框啊、角度啊，或者是范畴啊。那我觉得有一种框最难，就是当没有框可以换，当无能为力，当好像怎么想都找不到一条路可以走，那这时候该怎么办？就是不处理也是一种处理呀。就是对，这真的有点难。因为比如说像我自己就是有那种解决问题上瘾症，就是觉得遇到事情就是应该你知道看到钉子就要敲下去，然后遇到问题就是要解决，就是不然你们找我来干嘛？这样不管我以前是总经理或是我现在是顾问，每个人不是就是要我来解决问题的吗？可是如果我一直逼自己一定要有出解法来，在我也许真的没解法的时候硬逼出来的解法，坦白说它是最适合自己或适合对方的吗？其实就不一定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说有一句话是谁讲的，就是那种脆弱的力量嘛，对吗？就是其实你先承认自己现在没有解法，并不表示我永远不会有解法。那一种放下或者是允许啊，当你放下或允许了之后，其实会比较松嘛，那比较松了之后，那种你知道吗？创意啊、弹性啊、从容啊、余裕，反而比较容易蹦出来，甚至是我不再坚持我才是那个可以提供出来解法的人之后，哇，你知道吗？你眼睛才会打开嘛，耳朵才会打开，然后开始好像比较看得见，因为我承认我没招了嘛，那好像别人的声音、别人的建议，我比较容易看得见，这样，所以我真的觉得有时候承认自己没有解法也是一种方法。是对，甚至书中除了没有解法之外，还有时候会有极限的时候也要来解。里面有包括什么那种极度情境换框法，里面包括投降，就投降就是最好的一招。就有时候真的是不是靠你能够解决，是要靠其他外面的专业才能够解决。就像刚刚 Tracy 分享的减肥这件事，你去找教练这个是一个你应该没有想到，你应该很早以前应该就会想到有教练，可为什么这次才决定要找教练呢？这一次就时间到了嘛，就红字太多了嘛，就是像我在更早一点的那个题，就是之前是说受够了，对不对？这个是指不能不面对了。那当然还有我有很好，你知道很关心我的朋友，他觉得说这样看不下去，他就把我就把我踢给那个教练，然后呢，我就是直接被踢进去嘛，就直接去面对他这样子。是。所以这真的是需要在人生的最后极度关头，可能看到太多红字才选择我可能真的不能继续下去，否则我还要看我的儿女长大，我还有很多梦想要去做。Tracy 真的做很大的梦，持续在努力。那当然书中还有提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大的提醒，就是有时候要放下对错。这放下对错并不是要放弃判断，而是要放下我执。可是有人会觉得你应该再坚持一下，因为你不坚持好像没有原则。那可是放下呢？又感觉好像比较轻松，那这个要如何去区分呢？从Tracy你的角度，就是
放下跟没有原则之间的那个就这区分，这样子对不对？我试着解释看看，就是说，对我都放下对错好坏这种事情，比较像二元的观念这样子，对不对？嗯好，所以就是你一直在二元的逻辑里面去运作的话，就很容易有啊，比如说我是对的，不代表别人就是错的，好吗？或者是老板说他比较好，所以意思是我比较坏嘛？如果我们一直活在二元的思维里面的话，就很容易有那种二选一的情境。这样，那如果我们是没被选到的那个的时候，就很容易，反正就是有负面情绪。那很多时候我们正常情况之下运作都不见得能够得到我们想要的结果了。如果不是在最好的状况下就被负面情绪干扰的情况下运作，那当然那个结果就会更难发生。所以我觉得就是放下这种二元思维，那跟所谓的但是还是可以有原则情境是什么样的？就比如说我的原则是，比如说我相信我在乎自由，好，然后你在乎的是爱与被爱，好了，这样子。所以这两个者之间不需要比较，也没有好坏对错。我不需要去强调，就是说强硬的说服你接受，嘿，你一定要觉得自由才是最重要的事情。我不需要去强迫别人说服，或者是批判，自由的爱与被爱不是最重要的，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就说，所以我觉得有原则是这样，我可以去表态。我的立场，我的相信，我的在乎，这是我所谓的原则嘛，对不对？但是我不会带着我的原则去帮人家贴标签，不符合或是跟我不一致的原则就是错的或对的。所以我觉得这边好像有两个观念可以去拆开，就是一个是我可以表态我的在乎，我的原则，但是我也可以尊重，然后不会去二元化贴标签别人跟我不一致的地方。是没有错。其实我这也在这边，我也想到，的确很多时候我们看原则这件事太狭隘了，会总原则就叫坚持，可是其实不坚持也是一种原则，或者是有一些人他的原则是从另外一个角度，他要的是影响力，他有很多条路可以走，他不一定要死守这一条老方法。所以其实我们也真的要好好的重新理清，到底每个人所看重的原则是什么，每个人所看重的价值观又是什么。那当然，如果我们线上读者朋友，如果你有任何想问问题，欢迎可以在下面留言提问。我们今天邀请到婷婷崔琦教练来为大家解惑，他用他过往的专业经验，包括用他专业的一个教练方法，要跟大家聊聊。那当然，我自己也好奇，就如果我看到我的孩子他现在的框架不是那么健全，我可以帮别人换框吗？我可以帮我孩子换个框吗？哇，这真的是一个很好的问题。我反正我也很爱上课，我常帮人家上课，然后我自己也上很多其他老师的课，这样。然后这句话不是我说的，是我从那个老师那边听到的。他说这是有个教养的课，然后他就说孩子不会成为你想要他成为的样子，孩子会成为你。好，所以我再扣回我现在这本书，就说我觉得换框思维力想要影响大家的或传递给大家的是，我们要锻炼自己的换框能力或转念能力，不是要去换别人的框。因为这个是很难做到的，孩子也是别人啊，所以不要幻想去换别人的框。可是我们是孩子的，你知道父母啊，我很想要怎么样，他要有很美好的人生啊，我们都有这样的盼望嘛，对不对？那所以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就难道坐在那边都你知道举双手投降吗？对，我觉得不是，是可以成为示范者。好，就是我们可以成为我们想要他活出的那些框架或原则的示范者。然后呢，他看着这样子的框架或示范，他喜欢或觉得有帮助或觉得怎么样，他就会拿去用。但是如果他不喜欢，也就不喜欢啊，就是也是。我觉得孩子也是需要尊重的，好吗？如果我们都不尊重孩子的界限感、边界感，哇，他以后也不会懂得尊重别人。我觉得这个好可怕，这样，所以我觉得孩子的部分，不止孩子，每个人都是这样。我就觉得说，我们想要什么东西发生，我们就是先去做它，然后成为那个示范者，这样。是对，所以我们父母要先成为典范，成为示范，让孩子想要成为你，甚至如果你想要影响旁边人，你自己要成为典范。让别人羡慕你，紧接才会想着，听听你有什么方法，进而能够从你的方法论找到一些套换的原则。那当我们今天所分享的这个换框思维力，婷婷老师不是要强迫你换框，可是透过里面案例和故事，或许其中就有一个是符合你期待的，你也可以套用看看。那但我相信读者说，我已经套用了，可是很快又退回了旧习惯，退回了旧框，你怎么看待这件事情呢？很正常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要有足够的量，
量变才能够产生质变。所以你如果你知道吗？假设你要练身体的某一块肌肉，你一年练它一次，最好它长得出来。那心理肌肉也是这样，就是你真的要那个肌肉长出来的话，你要有哇，真的是持续的练它，反正很多次。然后呢，就是可是我觉得心理肌肉跟身体肌肉好像有一些不一样的地方是，我觉得心理肌肉练起来，它比较像是练起来之后会比较像是什么游泳啊，或者是骑脚踏车，它大概不会把骨回去哦，你大概就会拥有这个能力了。我就觉得只是程度的不一样，所以我觉得 CP 值还蛮高的啊，就是说练的过程一定不是那么的舒服哈。那但是只要练起来的话，它大概就是会一直拥有这样的能力，我觉得很划算啦。是没有错。所以我之前听过有些书里面提到说，只要是不舒服的事情，它就在锻炼你，都在就是磨练你。只是这对，不要就是你不舒服要极度，就已经超过负荷，那当然就会受伤。可是，在适度的不舒服下，你就在成长，在学习。这对，是他说要补充吗？你觉得你在什么流汗的时候，就表示你在走上坡路嘛？你觉得辛苦的时候，就是在走上坡路。如果你都觉得哇轻松啊，那就是你在走你知道下坡路之类的。我听过这样的说法。是没有错，所以我们要试着让自己生活每天有一点进步，有点进展。我们也欢迎为今天主题按个赞，也包括为自己按个赞。我相信所有读者朋友在中秋连假期间还特别拨空来参加我们线上读书会，真的非常用心，都是希望让自己的人生持续成长、持续换框的。所以，我们下面有朋友说，曾经也想帮自己的儿子换框，不过我们刚刚已经分享了，其实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先来给自己换个框，转换思维，成为典范，成为孩子最好的榜样。好，那我们有位读者叫玉琪，他说现在遇到卡关问题，因为身体健康加上思维转换不足，找工作卡关，觉得自己好像不够得体。有什么换框方法？书里面有没有方法？或者教练你有什么样建议呢？找工作不太顺利是吗？这样是哦。我还是会觉得就是打底啦，打底蛮重要的。就是你想要的工作就是还没有取得，不表示你永远不会取得。那我相信最适合你的还没到，就是我是这样子相信的啊。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持续的去把自己盘点一下，自己最擅长的东西是什么，然后。你盘点的最想要的跟最擅长的，然后都要非常的清晰之后呢，并且要说得清楚明白啦哈，就是要让对方也非常的清晰的收到，我最在乎的是这个，我最擅长的是这个，然后比较适合的，就是说，反正就是你现在遇到的，还没遇到就表示还没遇到啊，然后等到遇到的时候，你就会知道说啊，这一切的等待好了，都是为了这个更适合的，这个叫缘分嘛，会发对。生。嗯。是，所以所有一切都要先打底，要累积，先从自己的专业不断培养开始。所以，其实我觉得有时候换框也是要先有一些先决条件，好像你还是需要有一些对应的资源比较好换，是不是？是对应的资源，我觉得最对，大资源其实还是来自自己啦。就是嗯，说，你想要依赖别人，反正就是你想要依赖别人，那你怎么知道别人要不要被你依赖呢？最值得依赖的人还是自己，这样。那所以我都觉得，我真心觉得盘点自己很重要。而且我的应该不知道第一本还第二本书有提到这个概念，我到现在我都是活在这个状态里面，就是其实不用太多招，你知道，也不用很多能力，什么都要有。这样，我觉得就3个关键的能力，你自己找出你自己的3原色。就是你知道，像那个色彩是有红色、黄色、蓝色是基本色嘛，对不对？所以它透过不同的比例调配，就可以有变化万千的色彩嘛，很精彩。我觉得人也是这样，就是你不要期待自己会18般武艺，你大概就会一个，比如说3招，然后这3招你真的是把它弄到冰冰凉凉，就是哇，你去的。任何一个场域，或者是老板，或者是公司，他都可以很清晰的得到你这3个很好的能力的滋养或者是发挥，他都可以得到，反正都可以得到好处的话，其实也就够了。是。那我好奇想要询问崔 r 你自己是如何去找到属于自己这3个很重要的能力呢？因为很多人其实也在茫然说，我在找，不知道我什么能力是最适合的。你是如何找？你是在小时候就发现呢，还是在求学或成长或出社会才发现的呢？我觉得是出社会吧，学生的时候都在谈恋爱啊，哪有什么自我盘点这种事情？我是说我那个年代，现在的工具很多，我们那个年代没有啊，都在你知道就不知道在干嘛这样。我觉得主要是第一个是找到自己比较喜欢的。我说的喜欢，就是说你在做那些事情的时候感到
很能量很高这样子。那我就想到说，我做什么样的事情会感到能量很高，而且于公于私能量都很高的，就是我真的很喜欢梳理这件事情。梳理，我就是很喜欢梳理。你知道，在私底下的时候，就是你知道整理照片啊，我就是很喜欢把照片给他一个名字，你知道这什么相簿，就是我很喜欢梳理。那愚公他就是这样的梳理感，也真的很有助于我乱中找序。就是我常常去一个公司，就要在最短的时间之内搞清楚议题是什么，对不对？所以这种梳理的这个是我擅长且喜欢的，这样哈。那第二个就想想，就是说我做什么事情，我不用花很大的力气就可以得到好像还不错的结果哈。那我就发现我的沟通好像还可以呢，就是大概可能是因为我讲话可以是中立或者是什么不知道，反正就是我的沟通很容易敲代击啦，就是说不会那么的情绪化，可以同理，可以听到情绪，收住他们的情绪，可是不会被情绪带走，不会因为 A 讲话比较大声 ，B 讲话比较小声，我就整个就只听 A 的，好像不会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的沟通能力是还蛮是我去判断，不是判断，就我去盘点出来，还蛮容易支持到我在解决很多情境的时候的一个有力的那个工具，这样，反正大概是这样吧，大概是工作上去工作之后才找出来的，对，所以从工作中找到自己的特色和价值，还有专业，然后不断的去累积。所以我们下面有朋友说，能够盘点自己的资源，然后同时找到自己的关键力，然后一刀也分享，心理肌肉真的要不断训练，不断的改变。那我也好奇，想要问Tracy，就是你在写这本书，你自己有哪一个换框法是你自己最常用的呢？最常用都很常用，好，都很。可是我说我一个影响层面很宽的，很大的，好不好？好，就是那个叫，这有点难哦。我先说一下，我的8个换框里面的前5个，1、2、3、4、5个，哈，就时间，反正你就照着书上前5个顺序是相对比较基础版，就还蛮好上手的这样。跟后面的3个哈，一个是系统，一个是范畴，一个是极度情境。那因为极度情境跟系统刚才都稍微有。你知道分享一下这样，那我来讲一个影响我很多方方面面的，真的是那个范畴换框法，我真的很感谢我学到这件事情。好，就是以前我书里面有提，就是那个 be do have， 我们这个世界比较容易用 have do be 在运作，对吗？就是我举个例，就是 have， 当我拥有了钱 ，do 我可能会去环游世界。be 这 do 嘛哈，但 be 就是当我环游世界，我可能会变得你知道很开心这样。那后来反正我就上一些课，然后就学到这个叫 be do have 的框架嘛，哈的范畴，就觉得说哇好酷哦，这个概念真的很陌生，对我来讲很陌生。它的运作形式是这样子，就是你决定自己是谁 ，I am， 好，我是怎么样的人，你就会自然而然去做这样子的事情。然后 have 就会是反正自然而然的产物。那我就在那刻去思考说，那所以我要什么样的人生呢？我是什么样的人呢？那真的花了一些时间去探索，也做了各种学习。那反正后来呢，我的人生下半场就决定我是富足的。富足不是，我是丰盛跟自由的人。那如果我是丰盛跟自由的人的话，我做事情会长怎样呢？大概我会是个好像有余裕的感觉在做着，或者是享受着我在做的事情，对吧？那如果我又是个丰足的人，又是个自由的人，又做事情都很有余裕且享受的话，我就会自然而然的 have， 你知道，我很想要的一个状态。那真的是完全改变我的人生。我再讲往下延展一层的话是，你知道我人生上半场的座右铭是那个杀不死我的，使我更强大。我就知道说很用力，很血腥这样子啦齁。但是人生下半场就是因为学了这样子的所谓的范畴之后呢，我就改成我的座右铭变成过程就是奖励，不是得到就是学到。所以我那个过程那整个过程，我以前是目标导向现在就开始比较目标跟过程对我来讲，我都可以想办法去享受它，我就觉得很棒人生胚变这样。是，对，我自己在 B to Have 这范畴，我自己也学习收获甚多。当我从一个阅读者，我就会慢慢从阅读的角色找到我可以做的事情。每个人也可以思索你要成为哪一个人，先想象，紧接行动，紧接就可以拥有你期待的结果。我们今天所邀请到的Tracy来分享的是换框思维力，要重启人生，改变视角，它是有方法。那当然，在这中秋连假，我们也希望送个中秋节礼物给大家。这礼物什么呢？这礼物就是请Tracy来总结一下。你希望透过这本书，给大家什么样一个特别的祝福呢？
祝福哦，祝福哦，就是呢，有练就有，没练就没有。就是说，其实坦白说，不是所有的框架都是错的啦。就是说，我们之所以有这些框架存在，就是在过去的日子里面，这些框架对我们来讲，就是你要么最有效的，要么就是最省电的这样子。所以我们就谢谢他们陪我们走到现在。但是因为我们长大了嘛，对不对？而且我们想要的东西跟我们小时候想要的东西就不太一样，所以我觉得换框能力是一个很好的礼物，就是说，它是提醒我们可以更有意识的基于我们想要的目标跟那个时候的情境，去更有意识的选择比较有效的思维跟做法，这样子就会让我们达到新一个境界的省力跟有效这样子。所以，但是最后的提醒就是说，想法不会使事情改变，做法才会。所以，当你有这样的念头之后呢，要搭配足够的量，去让足够的量变去产生质变，这样我们人生才会真的可以有不一样的弹性跟不一样的风景。是没有错，所以只有单纯想法，事情不会改变，只有做法才会改变你的人生。所以，我们邀请大家读书吧，透过阅读，你的人生才有机会换框；透过行动，你的人生才有机会转换。所以，很高兴今天邀请到婷婷来跟大家分享她的新书《换框思维力》，从过去的领导紧接来到人生的换框，每一件事其实都在套用在我们人生的各种选择上面。好，所以再次感谢 Tracy， 谢谢大家今天在中秋连假跟我们一起上线读书，也希望今天这本书成为你特别的中秋礼物。好，谢谢 Tracy， 谢谢大家，期待我们下次再见，谢谢大家，拜拜。拜拜。